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由6度团队整理而成。脱钩是否正在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外交政策。在外交政策的一篇评论文章中，马特·克罗尼西和艾玛·阿什福德讨论了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最近的演讲。他们突出了美国将国家安全与经济政策联系起来的做法。两人特别关注克罗尼西的推文，即中国应该感谢美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以及他随后主张与中国选择性脱钩的评论。克罗尼西认为，美国将中国作为利益相关者纳入基于规则的体系的战略已经失败，现在正在与中国进行愈演愈烈的竞争，自由世界踢下阶梯。耶伦主张通过在涉及国家安全和人权的领域与中国硬脱钩，并在中国不遵守规则的领域采取反补贴措施，为保护美国国家安全降低风险。然而，阿什福德认为，本届政府将国家安全要求置于国内政治经济考虑之下，从长远来看，对美国的经济前景有害，并且更有可能破坏美国的全球角色，而不是加强它。两人都同意，去风险的特殊性被这个词所掩盖，对美国和中国经济的相对影响尚未确定。监管人工智慧的全球竞赛。外交政策。随着由人工智慧 AI 驱动的聊天机器人、图像生成器和搜寻引擎继续在社会中激增，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都在努力跟上其发展的步伐。技术专家和行业专家认为，全球强制实施的人工智慧治理对于防止就业市场的毁灭、现实扭曲以及避免超越人类智慧至关重要。欧洲的立法者正在对2年前首次提出的人工智慧法案进行投票，该法案将在未来几年内生效。该法案指定了人工智慧的高风险应用，如执法、关键基础设施、教育和就业，这些应用将受到更严格的合规和测试要求的约束。美国政府采取了自愿的合规方式，而专家表示需要对人工智慧监管采取更具约束力的方法。国会也开始动员起来，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 Chuck Schumer 上个月发起了一项努力，以提出全面的人工智慧立法。与此同时，监管机构现在正争先恐后地赶上这项技术，因为人工智慧已经创造了所谓的大型语言模型，人类无法将其与真正的人类智慧区分开来。欧洲立法者目前正在修改拟议的立法，以应对这些新模式。在池塘的另一边，美国对人工智慧的监管仍在进行中。长期以来，中国对其科技行业的监管与开放的全球互联网形成鲜明对比，而对于人工智慧，北京似乎并没有采取不同的行动。虽然欧洲已经提出了一种基础广泛的监管方法，但中国的重点是针对特定的人工智慧应用，如视频、图像和文本，以实现反复运算、可扩展性和技术变革的方式。中国已经雄心勃勃地成为人工智慧领域的全球领导者，有可能为该技术的开发和使用提供另一种愿景。因此，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官员担心，迫切需要人工智慧的全球治理，以确保技术实施是合乎道德、合法和可持续的。朝鲜称韩国总统为傀儡叛徒。外交官。朝鲜国家控制的媒体北韩中央通讯社 KCNA 批评韩国总统尹锡悦最近对该国的攻击。自尹于4月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峰会以来，朝鲜媒体一直试图妖魔化尹，将他描绘成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主要力量。上周，朝中社批评尹缺乏作为韩国领导人的经验和能力，利用他在国内的低支援率以及峰会后对他的批评。朝中社声称，这次峰会是美国的胜利，而不是韩国。朝鲜似乎试图利用尹的支援者和批评者之间的巨大分歧。为了破解铁定的韩美联盟，平壤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强调峰会是为了增强美国的利益，而不是韩国的利益。拜登不太可能做出任何重大改变。外交政策。美国总统拜登竞选连任的决定可能会使他维持目前的外交政策，直到2024年大选。据外交政策杂志报道，拜登不太可能做出任何重大改变，也不太可能冒任何可能损害他在投票前受欢迎程度的风险。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M. Walt） 教授在出版物中写道，在大选前，拜登总统不会在中东、乌克兰或中国问题上采取重大行动。然而，沃尔特认为，拜登将继续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盟，特别是在绿色技术等领域。拜登希望加速美国的绿色转型，在制造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开发新的供应链，并保持美国在某些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例如半导体。虽然美国表示希望与其他国家合作实现这些目标，但华盛顿没有事先与主要伙伴协调这一新方法。欧洲和亚洲的一些盟友对降低通胀法案的保护主义元素感到不安。至于俄罗斯，沃尔特怀疑拜登将继续用武器支持乌克兰，无论那里缺乏进展。尽管总统政策，特别是那些以国家和国际为重点的政策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但沃尔特认为这些趋势可能会保持下去，而不是冒着政府失去支持的风险。然而，预计拜登将缩短旅行时间，通过访问白宫的官方代表团专注于发展联盟，并坚持国内的关键问题。华盛顿应该重新考虑其在非洲的经济游戏计划。外交政策。根据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随着中国、印度和海湾合作委员会 （GCC） 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美国对非洲重新表现出兴趣。非洲大陆经济大幅扩张的潜力，预计到2050年，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大幅增长，这是引起这种兴趣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美国的外交政策在非洲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并且一直被海湾国家、印度和中国所掩盖。这些国家在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制造业、采矿和农业方面进行了投资。2010年至2016年间，非洲各地开设了320多个外国大使馆，其中包括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外交使团。在此期间，美国驻非洲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有所增加。为了更好地与非洲接触，美国需要制定更敏锐的经济计划，并从亚洲和海湾国家那里得到启示。这些国家在非洲投资的同时，在小型发展专案上进行了合作。非洲国家与海湾、亚洲关系的交集日益密切，这些地区的国家正在参与三边安排，以设计和资助非洲的发展专案，同时将其在非洲大陆的贸易、投资和人道主义援助与外交和安全问题联系起来。拜登如何失去巴尔干半岛？外交政策。根据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尽管俄罗斯于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但美国加深了对塞尔维亚近乎专制的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的承诺。虽然美国坚持没有乌克兰就没有乌克兰的原则，即乌克兰人必须参与有关战争的任何和所有谈判，但该原则不适用于西巴尔干地区。美国似乎立即对波士尼亚、科索沃和黑山打了折扣，尽管这3个国家都公开表示亲西方。拜登政府得出的结论是，他需要能够兑现承诺的合作伙伴。在西巴尔干地区，这通常意味着依赖该地区最不多元化的政权或反对方。根据外交政策的文章，美国政府一直将贝尔格莱德视为西巴尔干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上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尽管塞尔维亚是克里姆林宫的卫星国，通过区域代理人网络播下布和，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准帝国阴谋，并与莫斯科协调，阻止波士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加入北约和欧盟的愿望。科索沃和黑山。文章称，拜登团队对巴尔干半岛的姿态可能会导致选举后果。在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亚利桑那州等摇摆州，波士尼亚裔美国人人数不多，但在选举上具有重要意义，可能会将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抛给共和党候选人。拉丁美洲和南美洲是美国关键矿产难题的关键。外交官。根据外交政策的一份报告，美国应该与拉丁美洲和南美的伙伴合作，减轻其对中国关键矿产日益依赖的风险。关键矿物构成了数字经济和现代军事力量的支柱，但美国缺乏国内采矿、精炼和加工能力。中国负责大部分稀土供应和全球电动汽车产量的77%。分析人士说，拉丁美洲国家可以生产大量的锂、铜和其他矿物，仅巴西就拥有全球1/5的石墨、镍和锰储量。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为何访问印度？外交政策。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比拉瓦尔·布托·扎尔达里 （Bilawal Bhutto Zardari） 将从今天开始访问印度，这是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自2011年以来首次访问印度。此次活动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 SCO 外长在果阿举行会议。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旨在鼓励成员国在亚洲安全与发展方面的合作。比拉瓦尔·布托·扎尔达里 （Bilawal Bhutto Zardari） 的出席是在将于7月在印度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之前举行的，并希望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可能达成和解努力。印度目前是上合组织8国成员国的主席，
其中一半成员位于中亚。巴基斯坦希望扩大中亚的贸易和互联互通。上合组织的成员资格为巴基斯坦提供了该地区有影响力的盟友，如中国和莫斯科，并限制了新德里在该集团内的影响力。此外，上合组织对印度的不平衡程度低于其他一些多边组织，例如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中，新德里拥有不适当的影响力，因为它是最强大的成员。中国将投资4亿美元在斯里兰卡可伦坡港建设物流综合体，这是该国自去年债务违约以来的首批重大外国投资之一。国有控股的招商局集团将拥有该专案70%的股份，并表示其在斯里兰卡的总投资将接近20亿美元。卡纳塔克邦的莫迪魔力正在减弱吗？外交官，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将于5月10日举行关键的议会选举，由执政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印度人民党 BJP 和挑战者国大党举行。在2024年大选之前，印度人民党希望保留权力，但仍面临腐败指控。然而，复兴的国会热衷于夺取胜利，将其竞选活动寄托在取消40%委员会政府上。尽管印度人民党的反穆斯林言论和政策以前奏效了，但现在这种做法似乎只在沿海地区引起共鸣。价格和腐败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国会似乎正在团结起来，高级领导人建立了统一战线。报告显示，民意调查预测国大党将获胜。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将支援该党为今年晚些时候在拉贾斯坦邦、恰蒂斯加尔邦和中央邦举行的选举做准备。但更重要的是，国会将被视为国家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在2024年挑战印度人民党。谢谢收看评论简报，请通过6dobrief.com订阅。